在大模型激战的当下，究竟谁更强？是 OpenAI 的 GPT 还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是谷歌的 Gemini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Claude is the best. GPT is the best. Google is the best. Grok is the best. 停，大家都别吵了。当 AI 模型排行榜开始被各种刷分作弊之后呢，谁家大模型最牛这个问题啊，就变得非常的主观。直到一家线上排行榜的诞生，它叫 LM Arena。或许你还记得不久之前爆火的谷歌最新纹身图模型 Nano Banana？ 对，就是把我家娃变成小星星的那个 AI 应用哈。它其实最早以神秘代号出现，并且引发破圈式关注的地方就是 LM Arena。哦，对了，最近网友们又发现谷歌又故技重施，传闻已久的 Gemini 3.0 被发现已经出现在了 LM Arena 上。根据网友们的测试反馈啊 ，Gemini 3.0 Pro 的代号应该就是 Lithium Flow， 而 Gemini 3.0 Flash 是 Orion Mist， 据说能够读表、能作曲和演奏，能力再一次全方位的飞升。你可能会在对战中随机的遇到他们，如果遇到的话，记得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的拷问拷问。不难看出啊，在正式发布新模型之前，让他们在 LM Arena 上面跑一跑，似乎就已经成为了谷歌的惯例操作。而实际上，各家模型其实早就已经把 LM Arena 当做了常规赛场，用来测试普通用户最真实的反馈。除了 Google、OpenAI、Anthropic、Llama、DeepSeek 混元千问，几乎所有的头部模型都在 LM Arena 上打擂台，在文字、视觉、搜索、纹身图、纹身视频等不同的 AI 大模型细分领域 ，LM Arena 上面每天都有上千场的实时对战，由普通用户来匿名投票选出哪一方的回答更好。最近以来，很多 AI 研究者都纷纷发声，认为大模型竞赛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的思考模型评估。因为当技术创新趋于饱和，真正拉开差距的可能将不再是谁的参数更多、推理更快，而是谁能更准确地衡量、理解模型的智能边界。而如 LM Arena 这样的平台，正是当前这一领域中最前沿，也是最具实践意义的探索之一。它就像一座永不打烊的 AI 竞技场，真实的用户，真实的投票，并且排名动态更新，用一场场真实的人机交锋，试图重新定义我们衡量模型的方式。那么在大模型评测上啊，传统的 benchmark 基准测试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已经过时了吗？ LM Arena 的竞技场模式为什么会被视为一种新的标准？它的技术机制、公平性和商业化隐藏着什么样的挑战？而下一代的大模型评测又可能会走向哪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倩，欢迎收看硅谷101。那这期视频啊，我们来聊一聊 LM Arena。那么在 LM Arena 之前 ，AI 大模型是怎么被评估的呢？方法其实非常的传统啊。研究者们通常会准备一组固定的题库，比如说 MMLU、Big Bench、HelaSwag 等等。那么这些名字普通人看起来很陌生啊，但是在 AI 学术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这些题库涵盖学科、语言、常识推理等多个维度，通过让不同模型作答，再根据答对率或者得分来对模型进行比较。那比如说 MMLU 全称是 Massive Multitask Language Understanding， 它涵盖了从高中到博士级别的57个知识领域，包括历史、医学、法律、数学、哲学等等。模型既需要回答像神经网络中的梯度消失问题如何解决这样的技术问题，也需要回答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样的社会科学问题，学科跨度很大。而 Big Bench 更偏向推理和创造力，比如说让模型解释冷笑话，继续写诗或者完成逻辑填空。HelaSwag 则专门用来测试模型对日常情境的理解能力，比如说一个人正在打开冰箱，接下来最可能会发生什么等等。这些 benchmark 在过去20年几乎主导了整个 AI 的研究领域。它们的优点显而易见，就是标准统一，结果可复现。那学术论文只要能够在相关公开数据集上刷新分数，就意味着性能更强。而 AI 的上半场也正是在这种比成绩的节奏下高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呢，这些早期的 benchmark 是静态的，多以单轮问答、选择题形式为主，题目结构简单，评测维度明确，便于统一打分和横向的比较。然而呢，当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训练数据越来越庞大的时候，这些 benchmark 的局限就开始显现了。
首先啊，是所谓的题库泄露，很多测试题啊早就出现在模型的训练语料当中，于是啊，一个模型在这些测试上得分再高，也不代表它真的理解了问题，只能说明它记住了答案。其次啊 ，benchmark 永远测不出模型在真实交互中的表现，它更像是一场封闭的考试，而不是一次开放的对话。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英伟达首席研究科学家，同时呢也是 LM Arena 早期框架搭建的参与者朱邦华，在跟我们硅谷101的采访中就表示，正是因为传统的静态 benchmark 所存在的过拟合、数据污染等问题，才催生出了 Arena 这种新的模型测评方式。static benchmark， 比如说 Mass 500，或者 MMLU，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非常容易 overfit， 因为这个比如说一共就几百个问题，而且我都有 ground truth， 如果串在 ground truth 上，没有人能 detect 出来。虽然有一些所谓的 contamination detection method， 但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真的 100% 就是做到 detection。然后所以这种 static benchmark 当时大家就说，首先一是数量很少，二是就是说大家可能 coverage 不太够，它可能就有最简单的 math， 然后最简单的一些 knowledge， 然后最简单的一些 coding， 像这个 human eval 这种。然后当时的 benchmark 数量少，同时这个就 coverage 不太好的情况下，这 Arena 就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 benchmark 出现了，因为它每一个问题都是 unique， 它可能是世界各地的人问，然后他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是越南的人在问你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他问的问题都是随时随地当时当地去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就很难去在当时 overfit， 尤其是在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 Arena data 的时候。那么 LM Arena 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2023年5月 ，LM Arena 的雏形诞生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的 LMSYS 团队，核心成员包括 Wei-Lin Chen、连明正等人。当时他们刚刚发布了开源模型 Vacuna， 而斯坦福大学在此之前也推出了另外一个类似的叫 Alpaca。因为这两个模型都是从 ChatGPT 的数据中蒸馏得到的，于是 LMSYS 的团队就想知道，从性能和表现上来看，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测评方法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 LMSYS 团队呢是尝试了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尝试让 GPT 3.5 作为评委，对不同模型生成的答案打0到10分。这种方法后来演化成为了 MT-Bench， 也就是 Model Test Benchmark。另外一种方式呢是采用人类比较 Pairwise Comparison， 即随机挑选两个模型，针对同一个问题分别生成答案，再让人类去评审选择哪个更好。最终第二种方式被证明更可靠，并由此诞生了 Arena 的核心机制。基于此他们首先搭建了一个实验性网站 Chatbot Arena， 也就是今天的 LM Arena 的前身。在传统的基准测试里，模型是在预设题库中答题，而在 Chatbot Arena 上，他们则要上场打擂台。当用户输入一个问题之后，系统会随机分配两个模型，比如说 GPT-4 和 Claude， 但是用户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两边的模型几乎同时生成回答，用户只需要投票，左边好还是右边好。等投票完成之后，系统才会揭示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个过程被称作匿名对战。投票结束之后，系统会基于 Bradley-Terry 模型实现 Elo 式评分机制，分数会根据胜负实时变化，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排行榜。Elo 排名机制最早来自于国际象棋，每个模型都会有一个初始分数，每次赢一场就会涨分，输一场就会扣分。随着对战次数的增加，分数呢会逐渐收敛，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模型排行榜。这种机制的妙处在于，它让测评变成了一场真实世界的动态实验，而不再是一次性的闭卷考试。除此之外 ，LM Arena 不仅仅是让模型打架，它背后还有一个独特的人机协同评估框架。这个框架的逻辑是用人类的投票去捕捉真实偏好，再通过算法去保证统计公平。平台会自动平衡模型的出场频率、任务类型和样本分类，防止某个模型因为曝光量大而被高估。换句话说，它让评测既开放又可控。更重要的是 Chatbot Arena 的所有数据和算法都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复现或者分析结果。作为 LM Arena 早期搭建的核心参与者朱邦华就告诉我们 ，LM Arena 的技术本身并不是新算法，更多的呢是经典统计方法的工程化实现。它的创新点不在于模型本身，而在于系统架构与调度机制。一方面就是说，它虽然这个 Bradley-Terry model 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技术上的新的东西，但是你怎么选 model 这个事儿，可能是 something new， 就是也不是特别 new， 但就是说是大家摸索出来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假设有100个 model， 然后我想了解他们互相之间到底哪一个更好，那这个是你其实需要一些 active learning， 就是说你需要假设我选了一些 model 出来，我已经知道他们大概怎么样了，
那我下面选 model 的时候，我应该选一些我更不确定的模型 ranking，然后去做这个 comparison。然后怎么去 dynamically 选，去做比较 optimal 这个 active model selection，这个是我们当时 explore 比较多的一个事儿。然后当时就是 Anastasius 做了一些这种相关的这个 theory study，然后同时就大家又一起去做了一些这种 experimental research，就是大家去比较一下不同的这个怎么去调这些参数，能让这个 model 能更好的去被选出来，这是一个 component。当然，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种项目它可能本身还有一些 timing 和 luck 的成分在里，因为当时确实是所有人都需要很好的 evaluation benchmark，然后这个时候呢 ，human preference 又完全没有被 saturate，就是大家那个时候的 human preference 确实能比较真实的反映这个 model 本身的 capability，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 Arena 作为这个 industry gold benchmark 是非常 make sense， 也是就是比较顺理成章的。LM Arena 这种匿名对战加动态评分的方式被认为是从静态 benchmark 向动态评测的一次跃迁。它不再追求一个最终的分数，而是让评测变成一场持续发生的真实世界实验。它就像是一个实时运行的 AI 智能观测站。那么在这里模型的优劣不再由研究者定义，而是由成千上万的用户选择来共同决定。2023年12月底，前特斯拉 AI 总监 OpenAI 的早期成员Andrej Karpathy 在 X 上是发了一条关于 LLM Arena 的推文，称目前他只信任2个 LLM 的测评方式 Chatbot Arena 和 R-Local Llama， 给 Chatbot Arena 社区中是收获到了第一批流量。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随着 GPT-4、Claude、Gemini、Mistral、DeepSeek 等模型的陆续接入 Chatbot Arena， 平台的访问量迅速增长，研究者、开发者甚至普通用户都在这里观察模型的真实表现。到了2024年年底，平台的功能和评测任务开始扩展，除了语言模型的对话任务，团队还逐渐涉及到了大模型的细分赛道，陆续上线了专注代码生成的 Code Arena， 专注搜索评估的 Search Arena， 专注多模态图像理解的 Image Arena 等子平台。为了体现测评范围的扩展，平台也在2025年1月正式从 Chatbot Arena 更名为 LM Arena 及 Large Model Arena。几个月前，谷歌的 Nano Banana 的爆火也是让更多普通用户关注到了 LM Arena。至此 LM Arena 从一个研究者间的小众项目，彻底成为了 AI 圈乃至公众视野中的大模型竞技舞台。LM Arena 的火爆呢，让它几乎成为了大模型评测的非官方标准但是呢，和所有新的实验一样随着光华越来越大，它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是公平性问题，在 LM Arena 的匿名对战机制中，用户的投票结果直接决定模型的 Elo 排名。然而，这种人类评判的方式并不总是中立的，不同的语言背景、文化偏好，甚至是个人使用习惯，都会影响投票结果。一些研究发现用户更倾向于选择语气自然、回答冗长的模型，而不一定是逻辑最严谨、信息最准确的那一个。这意味着模型可能因为讨人喜欢而获胜，而非真的更聪明。2025年年初，来自 Cohere、斯坦福大学以及多家研究机构的团队联合发布了一篇研究论文，系统地分析了 LM Arena 的投票机制与数据分析。研究就指出 Arena 的结果与传统 benchmark 分数之间并非强相关，而且存在话题偏差与地区偏差，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问题或不同用户群体的投票可能会显著改变模型的排名。此外呢，还有游戏化和过拟合的问题。当 LM Arena 的排名被广泛引用，甚至被媒体视为模型能力的权威榜单时，一些公司开始为上榜专门优化模型的回答风格，比如说更积极的去使用模糊语气，提升数字密度，或者在提示工程上精细调教，以希望赢得投票。Cohere 的那篇研究论文就明确地指出，大型供应商在获取用户数据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通过 API 接口，他们能够收集到大量的用户与模型交互的数据，包括提示和偏好设置。然而，这些数据并没有被公平的共享。62.8% 的所有数据是流向了特定的模型提供商，比如说 Google 和 OpenAI 的模型就分别获得了 Arena 上大约 19.1% 和 20.2% 的全部用户对战数据，而其他83个开源模型的总数据占比仅为 29.7%， 这使得专用模型供应商能够利用更多的数据进行优化，甚至可能针对 LM Arena 平台进行专门优化，
导致过度拧合特定指标，从而提升排名。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Meta 的刷榜事件。那今年2025年4月 ，Meta 在 LM Arena 上提交的 Llama 4 Maverick 模型版本呢，它的表现是超越了 GPT-4o 和 Claude， 是跃居了整个排行榜的第2。但随着 Llama 4大模型开源版的上线，开发者们发现它的真实效果的表现其实并不好，因此呢，质疑 Meta 疑似呢给 LM Arena 提供了经过专门针对投票机制的优化的专供版模型，是导致了 Llama 4的口碑急转直下。那舆论爆发之后 ，LM Arena 官方更新了排行榜政策，要求厂商披露模型版本与配置，以确保未来评估的公平性和可重复性。并把公开的 Hugging Face 版本的 Llama 4 Maverick 呢是加入了排行榜进行重新的评估，但事件呢依然在当时引发了业内关于评测公平性的激烈讨论了。而除了系统和技术上的挑战 ，LM Arena 的商业化也让它的中立性受到质疑。2025年5月 ，LM Arena 背后的团队正式注册公司 Arena Intelligence Inc， 并且宣布完成了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投资方就包括了 A16Z、UC Investments 和 Lightspeed 等。这也意味着LM Arena 正式从一个开源研究项目转变为了具备商业化运营能力的企业。公司化之后平台就可能会开始探索数据分析、定制化评测和企业级报告等商业服务。那么这一转变也开始让业界担忧，当资本介入、用户需求与市场压力叠加的时候 ，LM Arena 是否还能保持最初开放与中立？它的角色是否会从裁判变成利益相关方呢？那在 LM Arena 之后呢，大模型评测似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解决了过去 benchmark 静态封闭的问题，但是却也暴露出新的矛盾，那就是当评测的数据、用户偏好甚至投票机制都可能会成为商业竞争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去界定公平这2个字呢？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模型评估方式才是当前所需要的呢？实际上 LM Arena 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 benchmark 已经过时，在它之外，静态的 benchmark 依然在持续的演化。最近几年来，基于传统的 benchmark， 研究者们是陆续推出了难度更高的版本，比如说 MMLU Pro、Big Bench Hard 等等。此外呢，一些全新的聚焦于细分领域的 benchmark 也在不断的被创造出来，比如说数学与逻辑领域的 AIME 2015、编程领域的 SWE Bench、多智能体领域的 Agent Bench 等等。那这些新的 benchmark 不再只是考知识，而是在模拟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工作方式，从过去单一的考试题集演化为了一个庞大而多层次的体系，有的凭推理，有的测代码，有的考记忆与交互。那与此同时，评测呢也在进一步走向真实世界。比如说最近一家名为 Alpha Arena 的新平台就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它由创业公司 Nerve One 推出，在首轮活动中平台选取了 DeepSeek、Gemini、GPT、Claude、Grok 和千文等6大模型，在真实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中进行对战。它给了每个模型相同的资金和 prompt， 让他们独立决策和交易，最终以实际收益和策略稳定性作为评测依据。结果是 DeepSeek 竟然赢了，不愧是量化基金母公司下面做出来的 AI 模型。虽然这个对战更多是噱头为主，大语言模型去预测股市现在还是非常不靠谱的，但是 Alpha Arena 的这种实战式测评是再一次跳出了传统的题库和问答框架，让模型在动态对抗的环境中被检验，被视为是继 LM Arena 之后再一次尝试让 AI 在开放世界中接受考验的实验。不过 Alpha Arena 更偏向特定任务领域的真实验证，其结果也更难复现和量化。实际上，这些 Arena 出现的意义也并非是要取代静态的 benchmark， 而是为这个体系提供一面镜子，试图把静态测试中难以衡量的人类偏好和语义细节重新引入到评测系统当中。那也就是说呢，未来的模型评估不再是静态 benchmark 和 Arena 之间的2选1，而更可能是一种融合式的评测框架。那么静态 benchmark 负责提供可复现、可量化的标准，而 Arena 负责提供动态、开放、面向真实交互的验证。那么两者结合，进而构成衡量智能的完整坐标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评估体系中，目前最重要也最具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呢？那周邦华就认为随着大模型能力提升，原有测试集太简单的问题愈发突出。Arena 的自动难度过滤是提出了阶段性的解决方案，但是真正的方向是由人类专家与强化学习环境共同推动的高难度数据建设。大家之前比如说包括 Arena 在内，大家会complain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可能比较简单的 query 太多了，
但随着 model 变得越来越强，它这个简单的定义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可能越来越多的 prompt 都属于是 easy prompt。然后所以当时 Arena 出了一个这个 hard filter version， 它会根据这个 prompt 的，它直接问 model 说这个哪一个更难，然后去 filter 一些 hard prompt 出来。那现在随着 thinking model 的引入，然后也随着就是说大家接着用 RL train 各种各样的 model， 原来难的 prompt 现在也不是特别难，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更需要 human expert 去标各种各样更难的数据作为 benchmark。那这也是我们作为 model developer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儿。如果你看 Grok4 的话，它其实做了什么？他们 claim 做 pre-training scale 的 RL。那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你 RL 的 data 得非常多，另一方面如果你 RL data 都是用非常简单的 data， 那其实对 model 不会有任何提升，所以你需要大量的非常困难的 data。包括我现在在 NVIDIA 做的是一个事儿，也是就是说想做一个 RL environment hub， 让大家去所谓更多更难的这种 environment 进来，能让更多人用 RL 来去 train 它。那周邦华就谈到说，大模型评估的未来呢，不会是线性的一个改进，而会是螺旋式的共演，一边是不断变强的模型，另外一边呢是不断变难的评测。那模型的突破迫使评测体系升级，而新的评测呢又反过来定义了模型能力的边界，而高质量的数据成为了连接这两者的中枢。RL 和这个 evaluation 或者是 training 和 evaluation 就像是双螺旋的感觉，就是说你一方面 training 不断的这个让 model 变强，然后你 evaluation 就会有更难的 benchmark 出来说你这个现在 model 还不行，你就会提升你的 training， 比如说 environment 的难度，或者是你找更好的 model architecture 更好的算法，然后把 model capability 再提升，你可能就需要更难的 evaluation。然后现在似乎就已经到了就是说大家这两步都得慢慢不断的找 human expert 来去标的程度。现在大部分其实很多这种 RL environment labeling 的工作，他们都会去找比如说 PhD， 他们会找这个 top math PhD， 然后 top CS PhD 去标这个 math coding data， 然后这个 data 卖的也非常贵，这一条可能就是几千刀的水平。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大家慢慢的都偏向就是说找这种 expert data， 能够真的让 GPT-5 或者是 top model 都没有办法回答的 data， 或者回答错的 data， 然后通过这种来去构造更难的 training data 和 evaluation data。除了数据至关重要之外呢，朱邦华还认为说，研究者不仅是要造 benchmark， 更要学会选 benchmark， 如何在成百上千个数据集中进行筛选、组合和聚合，建立一个兼顾统计有效性与人类偏好的聚合框架，也是接下来几年重要的工作方向。正如 OpenAI 的研究员姚顺宇在他的博客 The Second Half 当中写道 ，AI 的上半场是关于如何训练模型，而下半场则是如何定义与衡量智能。如今，评测不再只是 AI 模型性能的终点，而正在成为 AI 向前发展的核心科学。但究竟什么样的评估方法才是最优的呢？或许我们目前还无法下定论。但能够预见的是这将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实验。我们需要在成百上千个 benchmark 当中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任务，然后在类似于 LM Arena 这样的竞技场当中去捕捉人类偏好的信号，最后再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动态、开放、可信的智能测量体系。也许在那一天，我们就不再需要问哪个模型最强，而是真正去探索智能究竟是什么。那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你们觉得 LM Arena 的方式是不是衡量模型的最好标准呢？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